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超时空要塞2代》，一共2个角色，还有3个路线可以选择。2个角色分别是女性角色塞尔维，还有男性角色奈克斯。很明显我会选谁呀？其实也不是我的原因，是我的摇杆一直没有修好，所以就锁定了女性角色。3个路线其实分别代表了3种难度，分别是初级、中级还有专家级。我现在打的是初级的难度。每个路线由3关组成，打完了前3关之后，如果能够顺利的过关，最后还要打一个特别的关卡。3个路线的特别关卡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这款游戏一共有10关。所以如果你想完全的体验游戏内容的话，你至少要投3个币。这个套路好啊，而且你每个币游戏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。游戏过关的方式也非常特别，理论上咱们是有无限条命的，你挂多少次都无所谓。想要过关的话，就需要在屏幕下方的时间倒计时完成之前打够足够的分数。比如说现在第1关如果想过关的话，需要打够15万分。想要拿高分还是有技巧的，首先你要对本关的隐藏比较熟悉，能拿到的分数尽量要拿到。另外游戏当中有2种形态的道具，还有2种副器道具，连续的捡到相同的你就会拿到3000分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增长分数的手段。每关的 BOSS 打完之后，关卡并不会结束。如果你之前的阶段处理的比较快，也就是说之前的飞机打得比较快的话，你的机体会进入一个无敌的状态，方便后面打高分。2个形态的道具分别对应了飞机还有半人形的形态。完全人形的形态需要在放导弹的时候才会出现。第2关过关的分数又增加了25万分。我现在就是半人形的形态，这个形态的武器是分叉的，方便打到关卡当中隐藏的这些道具。超时空要塞的原作我没怎么看，刚才捡到了一个小女孩的标志。我对她的印象最开始就来自于红白机平台的超时空要塞。游戏的一开场就是这个小女孩去敲锣，但是因为没看原作，所以说对游戏的背景设定方面不是很了解。塞尔维驾驶的机体应该是瓦尔基里2号。小的时候玩红白机版本的超时空要塞，打法就是游戏的一开场就躲在屏幕的右下角，能混多远混多远。每关的 BOSS 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好像没有通关的说法，也是无限的循环。可能当年玩过那款游戏的小伙伴打法都和我差不多呀。第2关的分数也拿到了，后面还有10几秒。咱们的机体闪光了，说明现在是无敌的状态，那就趁这个机会多拿一点分。前面的3关还算是容易一点，我感觉最后的特别关卡需要拿100万分还是比较难的，因为它的关卡时长也就是2分钟，流程有限。我看人家高手在打 BOSS 之前都能拿到60多万分。第3关的过关分数已经提高到50万了。
这个分数就要注意一下，不能打得太浪了。隐藏也要注意收集，甚至是你捡形态道具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，尽量少切换状态，也少切换副武器。每切换一次的话，就要付出3000分的代价。其实街机的平台有2款超时空要塞，除了1993年的本作，1992年还推出过初代。初代是一个纵向的飞行射击游戏。一般来说，大家在街机平台还是比较习惯玩纵向的。这种横向的，很多小伙伴反映难度比较高。我印象当中的横版的飞行射击游戏比较知名的，也就是彩晶的《战国之刃》。超任的平台在93年也推出了一座超时空要塞，同样也是横版的射击游戏。我们小的时候接触的机种比较少，所以很多的游戏其实在其他的机种有移植的版本，或者是有续作，但是咱们不了解不知道。自从几年前开始做怀旧类的游戏，发现了很多游戏的续作。小的时候觉得只有红白机上的一座就完事儿了，有些续作甚至非常的冷门，比如说赌神，很多小伙伴可能当年玩过，因为它有汉化的卡带。它的续作是出在了超任的平台。前3个关卡打完了，这样我要打后面的特别关卡。通关要求的分数是100万。我飞机现在是有火力的状态，如果现在被击中的话，飞机是不会爆炸的，而是会把火力交出去，又回到了初始的形态。这点其实让我想起了马里奥。被咬到之后会变成小个。本关的时长也是2分钟，但是过关的分数比上一关翻倍了。这里就要注意把这些隐藏能拿的尽量拿一下。另外，本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第一次玩没有发现，就是 BOSS 本身有3个部位组成，分别是它的本体，还有一个蛇形的部件。这2个部件比较明显，你是一定会去处理的。但是它下方不断的出现的这种小怪，也要尽量的打，打够一定的数量了，会给咱们很多的分数。以我的水平，这关能不能打够100万分，就要看打了多少只下面的小怪了。分数还差29万。打小怪的话，会固定给咱们一个道具，一个道具就代表着3000分。时间不多了，但是 BOSS 的体力其实没有多少啊。本体打完，打下面的小怪，这样分数就够了。街机版推出的时间毕竟比红白机版要晚了8年，所以它还是有 BOSS 的，不像是红白机的版本，只打每关中间的那2条就完事儿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超时空要塞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